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啾啾，我是佩。今天这期节目呢，想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从东京出发去上高地3天2夜大致的花销。我们会从交通、住宿、餐饮和娱乐4个方面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花销。娱乐是什么？娱乐就比如说进园区我们要玩的话就要门票，去博物馆参观需要门票。上高地这些都没有。上高地的好处就是它的娱乐没有任何花费，它是免费的，你只要到了那儿，所有的自然景观所有的娱乐都是免费的。说的我又想再去，来吧，算了。首先是交通，我们一共3个人，然后用自驾的方式去的，车费大概是25000块钱，高速费来回账单还没来，但是单程应该6000日元。然后呢，我们开车去不能直接把车开到上高地园区，政府为了保护环境会统一让大家坐专门的巴士进到上高地，所以进上高地的来回巴士是单人2800块。然后我把车停在那个园区外面的停车场，那个老爷子特别有意思，他问停几天啊？我说我后天走停几天？2天吧。就是如果是第1天去第3天走的话，就是间隔48个小时，按道理来说应该是2天才对的。老爷子说那就是住2晚停3天了，收你3天的费用吧。超过了半夜12点就是第2天啊。对，总之他们就会多收你1天的停车费。1天停车费是800，这次停的是800，然后3天是380002400。然后综合下来大概所有的交通费包括租车、高速费、bus 和停车费是36000左右，所以3个人平摊下来是12000一个人。你算得好快啊。也就是说如果是4个人去的话，一个人只用均8000块8、9千块钱。如果4个人去的话9000块钱就够了。如果想省钱的话，当然是自驾4个人去是最划算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么多朋友。对，我们找不到就是可以一起露营的朋友，于是就3个人一起去了。说起我们这次为什么自驾行，也是出于对费用的考量，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是坐新干线去上高地还是坐高速 bus 去上高地的费用都非常的昂贵。尤其是这个季节竟然是上高地的旺季，夏天。然后巴士票我查了一下，我查的时候是单程12000块钱，我都揉眼睛揉了半天，我以为我看错了。我记得以前就6000还是8000吧。有那个时候8000块钱我记得，现在单程都是12000至14000了。不划算。我也是最近看了很多的视频，我发现无论是大陆的朋友还是台湾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好像最近都有去上高地游玩的一种趋势，所以这变成了日本的一个热门景区。这可能也是它巴士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吧。再一个是我们这次准备露营嘛，然后带的装备就非常多，如果坐公共交通就背一个巨大的包，然后尤其还要给另一个朋友就多带一份装备，就有点拿不动还是这次开车比较划算。对说起露营，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住上高地的酒店？住不起嘛。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住不起。上高地帝国 hotel， 我以前查了一次，我现在都觉得是在做梦一样，而竟然要5万块钱一个人啊，那个房间。我在谷歌上看过更夸张，有10万块钱一晚上的。哇，我简直不敢相信，什么有钱人，我主要去上高地。我们倒是住过，以前在山里面，也不是山里面，叫德泽。德泽那边有一个山小屋，它其实住宿倒是一般，但是有温泉，然后吃的饭
也挺好的。那时候是一个人37000块钱的，37000块钱一个人啊，那个时候已经，哇，好贵啊！那时候没有存钱的念想，所以花钱大手大脚。37000块钱一个人，而且是合适的屋子，对不对？那就打了几个地铺。对，就睡大通铺的那样，37000块钱一个人已经很贵了。第一个是出于费用的考量，我们这次选择了露营，因为露营的话，露营地只要1500日元一个人啊，对，然后环境也特别好，一打开帐篷就可以看到山啊，看到水啊。对，因为上高地的环境特别好，就是你可以选择在山脚下，那个山叫什么？好像叫做北惠高，北惠高连峰，对吗？特别美。到了稍微冷一点的时候，还能看见山上有雪。你可以在山脚下设立营地，也可以在山林里头，也可以在小河旁边，你的选择非常多。然后在日本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它不但是它自然环境好，还有就是大家非常遵守规则，就是不会乱丢垃圾啊，然后会控制自己的音量啊。这次好像也大家都比较安静，几乎是9点钟之后大家就不会吵闹了。我们上次去过一个营地，他们就是给你一个区域，你可以在那边烧烤啊，也可以就像搬家式露营一样，一人一个领地。那天晚上日本人好像也聊天聊得蛮晚的。你还记得吗？你说的是在箱根吗？白马村。在白马村边上的老爷子们开着保时捷的那一家，他们那个营地设的跟一个小酒吧似的，然后几个上了岁数的大叔吧，然后在那儿聊我当年怎么样，一直聊到9、10点大家吹牛逼是吗？对。在日本这边露营，可能跟中国有点不一样。中国那边的露营地就是为大家已经设立好了帐篷啊，提供家具啊、用具什么的，对吧？但是在日本这边都是大家自己买的一些工具，然后把它塞进自己的卡车里面带过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拼装，有厨房啊、桌子呀、椅子呀、床呀、帐篷呀、锅碗瓢盆什么都有。大家好像非常享受那样大型搬家的感觉。但是我们就比较精简了，我们这次就背了个帐篷，然后睡觉睡垫啊、平均床，上面放了一个蛋草垫，那样睡着其实也还好。就是我们装备都非常的精简，就是必须要有的东西我们会带，帐篷、睡袋、床，然后一个小炉子、2个碗儿，就差不多了。这次是因为有朋友来，所以多带了一个帐篷，然后带了2把椅子，总不能让人家坐地上吧。还带了一个天幕。还带了一个天幕，所以行李会变得重一些。住了2天，晚上3个人，1个人1500乘以3乘以2晚上，花销9000块钱，人均才3000，就非常便宜。住宿，在上高地露营还是感觉非常好的。我们住的是叫小梨园，小梨坪吧？对，叫小梨坪露营场。坐那个旅游巴士到达上高地的终点站然后走路大概10几分钟，10分钟不到，我算了一下，10分钟不到，所以哪怕行李稍微有点重也是可以忍受的。可以，就滴溜着过去，然后实在是扛不动的话，甚至可以先去一趟露营地，他会免费借你那个推车。对，那个推车像建筑工地里面铲石头的那个车一样。我真的看见有人去借车，然后去拿行李。我不知道这个车，要知道我也来借了。然后一路把所有装备推着。但如果是继续往上高地里面走到菏泽之类的地方就很费力了，对吧？从小梨坪然后走到下一个 camp 就是我说的叫德泽，应该要走3-4个小时。然后从德泽再往上走到
叫菏泽吗？是中文。菏泽怎么读那个词我不太会。干涸的河应该是。菏泽。然后这个地方走路应该也是要3-4个小时。3-4个小时。我是以我的脚力来讲，我看的是地图，我走的比较慢。但是菏泽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再往上走就要爬山了。不但要爬山，而且睡在那个地方，地下都是很大的石头。我觉得非常皮糙肉厚，你才会睡得着吧。应该还是要有充气垫什么的才能睡吧。我觉得有充气垫睡在那样的地方都有充气垫被磨坏的可能性。那就看各路大神们是怎么度过了。我和佩还是比较不筋操的哈。我们都是非常娇弱的，所以至今为止没有去过菏泽。但听说那里红叶很好看。那边红叶很好看，也是听说了，算了，我也不想去不了，看看大家拍的照片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大家多多分享。说完了交通住宿，说一下饮食吧。饮食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那个 menchikatsu。是吗？炸肉饼。炸肉饼不是我喜欢吃，你说那个不好吃吗？那我换一个吧。我喜欢那个当然是烤鱼啦，专门拉着2个人走了1个多小时去吃那个烤鱼。我第一次来上高地的时候就看那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到后来发现他们在烤那个鱼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我说这么好的水，你们养的鱼是什么味道？我就非常想吃。结果吧，我发现那鱼它可能是从上高地外面拉进来的。对，可能是进货进来的，其实不是那河里的鱼。整个倒在一个特别大的网兜里面。对对对。所以上高地里的鱼呢，它可能是从东京来的，然后从那个大网兜里面逃出来了，就一直在上高地的清澈的水里面生活。这只是我们俩的臆想啊，臆想。我下次去上高地一定要带个鱼钩，你提醒我一下。你每次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带过。你是想把那鱼勾起来，然后烤一烤，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味道吗？不是，我们这次吃烤鱼，1个人1500，才吃了一条大概20-30厘米长的鱼。我觉得特别小，那鱼特别小，对吧？然后那个河沟里面的那鱼，我看了大的都有，我估计得有小半斤了。就同样的鱼，在东京，我觉得700-800块钱就能吃到。上高地1500。如果是超市的话，可能1000块钱能买3条。哎呀，那还是更好吃的品种的。总之鱼是好吃的，这价格还算是比较贵的，毕竟是旅游景区嘛。但是每次去都要被宰一下，我就非要想吃那个鱼，就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固定消费。我是觉得它那个烤鱼小屋很有意思说起那烤鱼小屋，我们第一次进那个屋子，之前坐在那个河边看他们现场杀鱼，然后这次下雨，所以就没有坐在河边，在他们的小屋里面一边避雨一边吃烤鱼。之前都是没有让我们进那个专门为我们烤鱼的那个房间的，这次是真的是第一次把我们请进去。那个房间就有点像什么，我看过的类似这样的房间，反正就是很乡下很古老的日本的房间吧。真的动漫里面经常就什么江户时代呀，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是在那个炉子里面做饭的。以前看那个什么穷困武士里面包括我之前看那个浪客剑心里面，他们扮演成一对夫妇过日子都是在那个小炉子上做饭的。真的很难再见到这样的房间，我只在博物馆见过这样的房间，在那个两国有个叫江户博物馆的地方我见过那样的厨房。包括我们去日光吃烤鱼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样的房间，他只是做了一个炉子，在那个桌上烤。然后那个烤鱼的房间墙上还挂了一张熊皮，挂了一张完整的熊皮。我忘了问那是小熊还是大熊。我感觉那熊挺大的，但是那个如果是成年熊的话，我感觉上高地的熊也不是很可怕了，因为它还没我高嘛。你可别去吧，熊很可怕的，那一爪子就能把我打晕。开个玩笑。说吃的话，一个是烤鱼，再就是我想吃那个menchikatsu，就是炸牛肉丸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东京都不怎么喜欢吃炸牛肉丸的人，跑到了上高地就特别想吃那一口，可能是因为山里面没什么吃的。对，你说的对，那个门奇卡兹，哎，在我看来就一般了，就除了它确实非常酥脆而已。我估计那时候你是饿了，所以你觉得它特别好吃。其他吃饭的地方啊，我们在小梨坪那边其实有吃一顿正餐的。他说为什么最后都没有正儿八经吃饭呢？就是因为那个小梨坪的食堂里面有一个员工，我们一致看他不顺眼。是他看我们不顺眼。对，是他先看我们不顺眼，然后他说我们在那里准备点餐的时候，他说啊，外面有菜单有图片，你们外国人去那边看吧。哇，我当时一下子就有点火。我们说我们会日语，他说不行，你们要先去看。对啊，并且前面后面也没有人在等待，结果我就没有出去。啾啾就脾气很好的，他说你出去吧，啊，啾啾就出去了。于是我的火更加的大，我怕他打我。因为这样一个员工啦，所以我们就吃了那顿饭之后再没去那个食堂。我倒不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每次去山里面玩或者露营的时候就没有对吃的抱太大兴趣。它没有什么吃的，在日本的山里面无非就那么几样东西，一个是soba，就是荞麦面，是吧？一个是咖喱，没了，还有什么？而且他们的荞麦面普遍都偏甜。就吃多了甜的会非常的腻，想吃口咸的吧，又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吃什么都无所谓，吃soba和吃泡面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我现在基本上已经精简到露营只要早晨一个三明治，中午一个饭团，晚上一杯泡面就差不多了。就是露营的精髓其实不在于吃什么，因为在城市里面我们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去露营就是要体验穷苦生活，没苦硬吃。顺便减个肥。开玩笑，我其实是为了远离在东京的工作压力，想去大自然的怀抱里稍微放松一下。没错，去露营回来之后感觉精气神都焕然一新，又可以重新当牛马了。我每次出发去露营的时候，我都是整个人身心放松的，然后从回程的那一刻起，就是只要离东京越近我就越焦虑。然后进高速的时候那个导航会提醒我们你已进入东京，然后我就已经开始哭了，开始流泪了，两个人就很胀。刚开始在上高地出发的时候还说哇这样那样好好玩，然后你已进入东京，然后车里面是诡异的沉默。就大家都不想说话，一想起第二天又要上班了，然后又有很多课题要对应，就已经不想说话了。是这样。那其实吃饭也没吃什么，要不还比较算吗？我有记账，我们3个人3天大概花了15000块钱左右。差不多。包括路上什么三明治啊、水啊，15000块钱左右，就是人均5000日元3天。怎么样？是不是很省？是很省啊，但是没什么参考性，说出来给大家乐一下。最后一项虽然是娱乐，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一样，在上高地娱乐不需要花钱。那里的水实在是，你就坐在那水边儿，你就不需要娱乐。夏天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山泉里面泡脚捡石头。对，我的娱乐就是捡石头，捡各种各样的石头，那石头都会发亮，都闪亮晶晶的。然后这次可能是因为前天晚上下了雨，所以我在河边捡石头的时候看见水里面有金闪闪的那个像金沙一样的东西。我想起来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应该是澳大利亚吧，那边不是有好多金矿嘛？他在下过大雨之后，有一个人捡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那个金，
啊，我当时看见那些闪闪发光的金沙，我就在想，上高地到底有没有金子啊？如果不过那里是国家自然公园，就是有金子应该也不会开发的。你也看到那个金沙了吧？我看见了，真的好像我看见了，我淘了可久了。那绝对是金子，真的有可能是金子，就特别小，好难捡。我应该拿个吸金石，或者是那种什么漏斗啊什么的去捡，就筛一筛就可以筛下来。又财迷了。然后还有免费的温泉可以泡脚。对。但这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在免费的温泉泡脚。你就不喜欢温泉？这孩子有洁癖的。我有洁癖，我喜欢温泉，但我不喜欢免费泡脚温泉。上高地这次这次有温泉的。有。就在小黎平的露营场的里面，700块钱一个人。好像是700、750一个人，可以洗澡，然后可以泡温泉。价格很合适，很便宜。然后水也还挺不错的，很干净，环境也挺好的，比委赖好多。委赖这一趴我们下次再讲。对，相信马上就要去委赖了。娱乐还可以看猴子，免费看猴子。这次我们其实看猴子还找了他们很久呢，因为下雨，猴子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以前路边到处都是猴子，然后这次我们步行到那个树林里面，才终于看到猴子。然后这次比较惊喜的是看到一个新出生的小宝宝，跟着他的妈妈，一点也不怕人，就向你走过来。对，还在你面前看了你一会儿，还叫了我一声阿姨。你怎么没给孩子包个红包呢？日本说了不许给猴子喂吃的。你可能没去过东南亚那边的猴子直接下来就抢游客的包，翻他们的包，抢他们的吃的，就是因为大家经常给猴子喂吃的。在日本没有这个习惯，不可以给野生动物喂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过来抢你的东西。那看来不喂猴子是对的。我估计我们也打不过他们那一群猴子，感觉战斗力很强。好吧，那娱乐就讲到这里。我们总共的花销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总共的花销，合计66000块钱。66000块钱，所以人均是22000左右。22000日元。从东京出发去上高地3天2晚，22000日元，也就是1100人民币左右。那今天的总结就到这儿。今天的总结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